剑月雪。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细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。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寻我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？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，只是人世中的凶徒。可来做交易的，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2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。
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这三鬼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小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，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之辈，报上名来！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文武将，司空长风。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毫无过节，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儿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！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生遭官法，死见阎罗。你是金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
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94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你怎么还没跑？你找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。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？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冲出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的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学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。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琢磨多言雷梦莎？所以说，你还真就是脑子犯浑，想要闯出点名堂来。于是你从家里偷了一张地契，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开酒肆卖酒的。哎，准确的说，我是酿酒师。而你，该不会就刚好真是无父无母，江湖浪人一个，恰好来到了柴桑城，而他能给你免费的酒喝，你就打打杂吹吹水，白吃白喝的住下来了？你这样说，倒也没错，不过措辞能不能稍微委婉一点啊？苍天呐，我是不是脑子抽了？我还以为你们二位是老七派过来的知音，结果你们不过是个过路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好不容易伪装来的身份跑去救你们？我要疯！那个雷大哥，先别疯，也别难过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们二位可以帮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怎么帮？有人，怎么这么慢啊？是不是太久没打架，
骨头都生锈了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怎么跟师兄说话的，老六？那你说说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光是我来了。昌河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了，所以来看。昌河，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意思。我见你干嘛呀？我过来看戏的。看戏？没错。我有预感，这次这柴桑城里一定会有场好戏发生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见识到那群传说中的天之骄子们。谢强，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剑门怎么了？他不是马上就要成新郎官了吗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死去活来的？整个西南道一共有2大世家：柴桑城金钱坊的顾家和开阳城沐浴行的晏家。半个月前，顾大公子顾洛离于柴桑城300里开外的巴别城暴毙而亡。自此，整个顾家能够当家做主的只有2个人：顾洛离的最小的叔父顾五爷，另一个则是顾洛离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我们的老三顾剑门。但司空长风都跟我说过了。他皇娘爷们哪里变出的这些东西？别问，问了就是做作。顾洛离生死不到3日，顾五爷便仗着他叔父的身份，给他定了一门亲事。而这个亲家就是晏家千金晏琉璃，就是今日在马车里的那位。他的兄长便是晏家的当家人，也就是与你在酒馆里喝酒的那位晏别天。原来这门亲事是这么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顾家大公子不是突然暴毙，而是晏家和顾五爷联手策划害死了他，然后想通过这门亲事彻底的控制失去当家人的顾家。可是这样一来，顾家不就成了晏家的囊中之物？这样做对顾五爷有什么好处啊？没想到啊！你这么个少年郎，竟然对这世间污秽的人心了解的挺深呐。对，顾五爷虽然在顾家空有个叔父的名头，但他没有权，所以他心里早就不甘了。此事一成，若他成为家主，失去一个西南道第1的位置，又何妨呢？难怪这座城这么奇怪，也就是说，顾府附近，不，整个顾府都已经被晏家控制了。是几乎都被晏家给控制了，直到这位小白兄弟出现在了龙首街。所以啊，对晏家而言，你很蹊跷。不蹊跷，一时兴起，一时兴起。我还有个事儿。你说。那边有个女鬼。人被救走了？是，属下无能。不怪你无能，
北离八公子一次来了俩，你们自然不是对手。你是从我这儿学了什么多嘴的臭毛病？明知道他是谁，你还调侃他？啊？谁啊？燕小姐，金戈公子、卓墨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幸会。啊，也不算是初次，护送你一路上，咱们见过很多次。你就是白日里在马车里的那个姑娘？你就是94的小老板？嗯，还没死呢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啊。老七与我说，他要邀请一位关键人物，我也是没想到。请坐。不知燕姑娘是何意啊？为何白天还放任手下大杀一场，晚上却亲自跑过来和我们密会？好问题。因为我爱他。你爱谁？我的天哪，多新鲜呐！你竟然真的爱顾剑门，所以你们燕家把顾洛离给杀了，就是为了让你顺理成章的嫁给顾剑门。是你疯了，还是整个燕家都疯了？我看是你疯了。你能不能闭嘴？你爱的，应该是前几日暴毙的顾家大公子顾洛离吧？看来是我猜对了。是的，我爱的是顾洛离，但没人知道，我兄长要借我的婚姻，从而控制整个顾家。他杀了我爱的人，还想拿我当棋子来设局。所以，你是故意入的局，为的是破局。是的。婚礼那日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顾剑门的。我要嫁的，只会是顾洛离。恕我直言啊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又如何呢？我还是爱他呀。燕小姐，你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？抢亲。抢亲？不久之后，你们的兄弟会去劫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就带着那个东西来抢亲，然后做好杀人的准备。对了，你们要记住，下棋的从来就不是我的兄长，而是我。恕我直言，有点变态。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女人能有多正常？对了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兄长身后还有其他势力，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什么？你要去抢亲？李大哥昨日不是去寻找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世间人人都识得北离八公子，你们不宜亲自出面。至于其他的人选，能帮忙且愿意帮忙的人又屈指可数。更何况，也不好让无辜之人平白的卷入这场纷争。既如此，那不如让我试试。掌柜的，为什么？我确实之前是想过找你们帮忙的，我甚至连说服你们的理由都已经想好了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确实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把一些无辜之人卷入其中。可无论我想与不想，我都已经卷入了呀。我想听的是你真正的想法。名扬天下。什么？我想名扬天下。
先生，有客至，可愿相迎？迎。情友之间，当以情因治好。先生以为如何？是仙子。我以为只是一个贵客，没想到是来自天外天的贵客。先生认得我？你的眼睛和你的母亲很像。原来是家母故人，那还请先生助我们北阙一臂之力。我知道姑娘此行的目的，可我已不问世事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仙子姐姐在看我。徒儿，该醒醒了。我感觉我要醉倒在这王眼眸中了。傻孩子，真给为师丢人。仙子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如你先回答我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东君。东君。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不信蓬莱千万里，春风还未过人间。真是个极好的名字啊！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仙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入顾爷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好，谢谢谢谢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是。哎，快，里边请。哎，光叔好。今日后啊，顾家和燕家锵锵联手，一定会更加兴旺啊！长命吉言，快里边请。哎，好，顾爷，恭喜啊！好，谢谢。会西君到！想不到，顾爷居然能请到会西君这尊大佛。什么来头啊？这会西君的父亲啊，因护国而死，皇上为了体恤他家，封了他做会西君。虽然未位列九卿啊，但是满朝都以九卿之礼待之。拜见会西君，会西君亲临小侄的婚礼，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呀！奴才呀，跟顾大当家相比差远了。顾爷，做惯了阳的，可以靠着庇护活下去；可若是阳，
一旦有了做狼的心，那么不论是曾经一窝同眠的羊，或是作为对手的狼，都会杀了他。顾言，好自为之。哎呀，只不过是一场葬礼而已，搞得还真是有模有样啊！是婚礼，都一样，没区别。你在这里苦等了7天，顾剑门他没来找你吗？我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沉默呀？这难道不就是你内心最想要的吗？他若来找你，对暗河自然是好事情，但是对于你来说，应该会对他很失望吧？苏商河，怎么了？或许有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闭一下嘴。龙首街有动静了，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。你可想好了，踏出这一步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不回头。好，那就不回头。还敢回来？有何不敢？对不住了，这条街我们包了。北篱八公子也来了呀，越来越热闹喽。那2个少年，怎么了？你认识那2个傻小子？说不上认识。我上次去找顾剑门的时候，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。其中一人使枪，枪法普通，但很有天赋，应该是块未琢之玉。至于另一人，另一个怎么了？另一个看起来不大会武功，但我说不好。还有你苏沐雨说不好的事情。燕家这是打算办完婚礼就要接替顾家呀？诸位贵宾远道而来参加我侄儿的婚礼，顾某万分感谢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吉时已到，奏乐，迎新人。
哟，醒过来了，来吃早饭吧。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前2天你晕倒了，是我舅舅把你救回来的。你呢，可真是命大，认识了我，我舅舅可不轻易救人的。咦，这小东西怎么还在啊？哎呦！哎呀，不要命了，你们！哎，宝贝，来，这里，哇！哎呦，快，舅舅，快！这可有点恶心了。就是这些恶心的东西救了他的命。这，多谢前辈。我现在是好了？不，你中了我的毒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呢，之所以不轻易救人，就是因为我惯用以毒攻毒之法。为了压制你身上的旧伤，我给你下了5毒断肠，而这个毒，我解不了。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能让他等死吧？哎，那，去地图上这个地方，找那个叫辛百草的家伙。我自认为是天下没有我毒不死的人，而这个家伙自称是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。你就带着你这一身毒去找他，他自然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就会竭尽全力的救你，来证明自己比我强。等你的毒一解，你的旧伤就复发了，他一定以为这是我留的后手，又会竭尽全力的救你的。这天下真的有药王辛百草这号人物啊？他真的能救好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是下毒的人，我又不是大夫。快走吧，你还有10日的时间。10日？10日之后5毒断肠就发作了，不到2个时辰就死透了，先从肠子开始烂起，很刺激的。多谢前辈。谢我干什么？生死还未卜呢。已经很好了。本来以为我会死在一条野路上，无人问津，没想到这老天啊，还算眷顾我，让我在临死前见到了那么多英雄人物。即便是现在死了，又如何？哎，孙顾长风，我舅舅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把你从鬼门关里拉出来的，别整天死不死的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到时候我们在江湖里再次相遇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好好活着。1匹马，1杆枪，1壶酒，做个逍逍遥遥的江湖浪客。你也是，你要去更远的地方，看更多的江湖，完成你和你那喜欢的姑娘的约定。必然。接着。再会。再会。去！千万别死了，四顾长风！是那种应该死在江湖上的人呢。舅舅，你说我是不是也是那种能死在江湖上的人？呸！不是！啊！快呸！
呸呸，那我是什么人啊？那种被爹妈乱棍打死的人。舅舅，我们打个商量吧。哎，不打。哎，我还没说呢。走。哎。小凡，吃午饭了。吵死了！哎，今天吃什么？别乱摸人脑袋，姐姐说了，摸多了会长不高的。你姐姐骗你呢，我会摸骨，我一摸便知道你本来就长不高，跟我摸不摸你没有关系的。呸呸呸！再这么说，你今天的大白馒头可归我了。你天天这样睡，也不知道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你这样以后会娶不到媳妇儿的。你小小年纪怎么说起话来像母亲一样？一份正经行当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看来我的确得去找份正经行当了。只是这份行当，怕是在村中做不了，也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你必须给我回乾东城，不然你娘会给我下毒。我娘的毒还能毒得过你？我才不信呢！耐不住她会撒娇。我又不是不回去，我这不是想让你沿着路带我逛我这江湖吗？不逛，没空。你那么闲，怎么可能没空？我哪里闲了？我可是毒菩萨，我忙得很。哎，再说了，4年一度的剑林就要开了，我可不想错过。剑林？什么是剑林啊？看你这么着急，可是个盛会？整个江湖的剑客，磨剑4年，就在等待剑林开启。你说是不是个盛会？哈哈。舅舅。你最疼我了，对我最好了，我给你酿酒喝。去，少来这套。我问你啊，你娘有没有教你什么武功？没有，但我娘找了个师傅，教我习拳。哎呀！哎，好了，回来。什么师傅啊？叫什么王八？对，这名挺有趣的。哦，一拳定山王霸天啊！对，就是他。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是啊，我娘也觉得他定能把我教出来。我觉得他老人家辛苦呀，于是呢，我就请他喝了顿酒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。那我就说，只要不习拳，天天都有这样的酒喝。所以啊，才3日，我娘就把他赶走了。哎呦喂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后面我娘就觉得找男的教我不靠谱，换了个女师傅。啊，这女师傅那叫一个美啊，名字我还记得呢，苏木青。苏姑娘，是很漂亮的。人不仅漂亮，教我也是认真的很，足足教了我3日。不过也好，就教了3日。为何？因为我爹自从苏姑娘来了以后，每天都往我的后院里跑，也足足跑了3日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会的都是些半吊子的功夫。所以你到底最拿手的是什么功夫嘛？你看，怎么样？连你都嫌弃吧？走。哎，舅舅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
回黔东城啊，那条路近。你别闹了。我那招不厉害吗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你父亲的轻功三飞猫吗？什么叫三飞猫啊？我这叫三飞燕。你可别小看我这招啊，逃跑最厉害了。哼，哎呀，别啊，舅舅。之前是我年少不更事，但现在我洗心革面了。我发誓，这次是真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我的确不喜欢习武。一来呢，是觉得打打杀杀没意思；二来你也知道，叶将军和云哥死了，爷爷不希望我走上叶家的老路。但是我这2天看到了北离八公子，看到了那血淋淋的刀光剑影，我就不禁问自己：如果我的兄弟遇到了那样的事儿，我能守护他吗？我能像北离八公子一样，拔出武器，与他并肩作战吗？舅舅，江湖上，你最钦佩的人是谁？那自然是李先生。哪个李先生？这江湖提起李先生，说的就是那一个人，一剑飞仙李先生。那一年我19岁，有幸在天启城亲眼目睹了那来自天外飞来的一剑。从男爵来的5名绝顶剑客下战书挑战李先生，他们想用车轮战，而李先生却只用了1剑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男爵人再也不敢在北离面前言剑。那一年的5榜首甲自然也是李先生，但是李先生把5榜给撕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世俗5榜也配评价折世仙人。这么潇洒呀，难怪说北离习剑，男爵练刀，原来是不肯练剑了。身为北离人，哪有不练剑的呀？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剑。你还练剑？你不是练毒吗？我在剑上抹毒。干嘛？有意见？没有。唉，好，那我决定了，我要练剑。你练剑？你有剑吗？你就练剑？剑林剑林，能没剑吗？哦，好啊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哎，小百里啊，行，是时候给你弄一把好剑了。真的，舅舅？我宣布，舅舅，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越我爹了。哦，你爹本来就没什么地位，倒也不至于。上马赶路，去！去！小百里，跟上！来了。怎么，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？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。到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意你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，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丰腴的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太好了，罗轩，一会儿你带着柳月把这里处理一下，我和小黑负责把棺材运进去。为何如此安排啊？因为你俩都长得太好看了，要是你们进去，只会抢了本公子的风采。
小姐，这小子怎么会跑来柴桑？头儿，这样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什么？走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原来是侯府小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我是来抢亲的，你要是远迎了我，这亲我还怎么抢啊？所以，你们还敢杀我吗？今天是舍妹的婚宴，我有几句话想问百里小公子，不知可否？你问。刚才小公子说要抢亲，敢问小公子和佳妹可曾相识？算不得相识，那是暗中倾慕佳妹。我另有所爱，远非你妹妹能比。话是何故啊？大哥，这是你炫耀你梦中情人的时候吗？说的也是。小公子出身名门，镇西侯为我北黎开疆拓土，战功赫赫。侯府之人，我们自然恭敬有加。若小公子只是来喝碗喜酒，我燕别天定然奉为上宾。可小公子一来不认识佳妹，二来不喜欢佳妹，却口口声声说要抢亲，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看来百里小公子不占理呀。我说我来抢亲，可没说是为我自己抢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真正抢亲的人来了。这是棺材啊！棺材啊！亲也不能这么做呀！顾洛离，不错，真正抢亲的人就是他。顾家当家顾洛离与你们家燕小姐青梅竹马，一向对其爱护有加。燕小姐对他也是倾心良久。他来抢亲，可还合乎你们所谓的道理？放肆！他是个死人。可若不是你们害他，他又为何会变成一个死人？这是为何呀？兄长不如问问我的意见。我燕琉璃愿意嫁给顾洛离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在爱人的眼中，那个人便是那个人。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只要是他，那便是独一无二、最珍贵的存在。百里东君，让我喝他的这杯喜酒，你要喝吗？喝，怎么不喝？干！就是这酒差点意思呀！你应该提前找我约定的，我还能给你个友情价。杀了他！我是想要杀了百里小公子，然后嫁祸于顾家呀！燕当家，你根本不了解镇西侯府的形势，你更不了解我燕别天的形势。反了你了！按照我朝律法，你这样是要被砍的。
小白。沐浴行燕家，金钱坊顾家，可是要杀我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尔等西南道众人可是同伙？没有众人啊，只有几个，他们都跑了。闭嘴！龙首街之争，我早已注意。呵呵，这小子是个天生五脉。小姐早就知道此事？不错。 我曾与他见过一面。天生五脉，那为何？自然是有我的考虑。陈长老，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不敢。可是小姐，如今这个好机会，还是不要错过为好。 燕家和顾家相争，结局必定是两败俱伤。就算有北离八公子，此一战后，他们这些人还能有几分余力？不如我们趁这场争端的最后再入场，那个天生五脉给他带走。那我们与燕家的盟约？强者才有制定规则的资格，而弱者就该有被放弃的觉悟。更何况。 如今棺材已经丢了，我们失去了拿捏燕家的筹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不出来，一个燕家还能比天生五脉更重要。陈长老说的不错，那便如此行事吧。是。 这件事怎么好像突然和我们没关系了？本来不就和我们没关系吗？吴叔，今天之前。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你是我爹的亲弟弟，是我和我兄长的亲叔叔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就是因为是你的亲叔叔，我才会怕你哥死后咱们顾家独木难支。小姐，他们供奉的是咱们北阙的勾陈大帝，他们。 是我们北阙的子民。方才看到牌位上的生卒，娘子的夫君和公公，可是死于15年前。夫君和公公因15年前北阙和北离一战，死在了沙场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若一日北阙光复呢？北阙光复又能怎么样呢？ 我的丈夫，我的儿子，都没有办法再回来了。而战争一旦又开始，又会有多少人失去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呢？复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 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再往北20里，便是故都了吧？每年元宵，花灯满城。我原以为那是人间最和美的景象，可是好像
不论他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都城，不论执掌他的还是不是那个人，若是10年安稳，到了元宵，依旧还会花灯满城。人生短短一回，北阙一名需要的，或许并不是北阙，而是像今夜一样没有纷争的安稳吧。西楚建树，大道朝天，世人皆仰，退而让之，寻其轨道为我所用。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啊，父亲，我也想见见真正的大道啊。父亲传来的消息。父亲说，大道之下还有鬼道，大道留给世人，鬼道留给温家。鬼道是指什么？我也只是听说，却从未亲眼见过。据说是西楚的要人之术，若真有此术，鬼神居之。可是若拿不到呢？我也很好奇呀。若真拿不到，妹妹是帮百里家，还是温家呀？哎呦，那我到时候就问我儿子，他让我帮谁，我就帮谁。放心吧，父亲也说了，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说的是退，而不是住，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这次事情不一样了。父亲是父亲啊，我是我，百里家我不管，我妹妹不能有毫发损伤，我外甥更不行。除非我温户就先死。也不知道司空长风怎么样了。前辈，先别忙着谢我啊！我又没说要救你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温壶酒让你来的？他是不是说，我一看到你这一身毒，就会拼尽全力的救你，证明我自己比他强？等这毒一解，你身上的旧伤复发，我以为是他留的后手，
还会竭尽全力的再救你一次。完了呀！温前辈只说这样药王会救我，没说被识破后要怎么办。你这一身五毒，天下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除了他，谁还能这么无聊？哎，你乱动什么？前辈既然不愿救我，那我自然不会久留。我又没说不救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按理说，你这病早该死了，是什么让你活下来的？难道有名医相救？我哪经得起什么名医？不过是看了一本医书，循着法子采了些草药，胡乱之罢了。果然，还真有学医的天赋。那正好，我谷中正缺个制药的小童子，为我端茶倒水。等我100年之后，继承我的衣钵，做个小药王。你呢，做童子倒老了点儿，不过这里没什么人，勉强用用吧。告辞。哎，行，就半年，我救你一命，陪我半年不成啊？只需半年，就半年，就怕半年以后你舍不得走。好。怎么了？哦，小先生，是卓墨公子。嘿，吃神农吗，宝宝？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性子，一定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。然后方才呢，我又掐指一算，你必定会途经这里。怎么样？我这时间地点算得不错吧？夸夸我。父亲，天启城来的人有消息了。学堂小先生，哎，我说我亲爹呀！哎，我还没出来呢，你干嘛呀？你舅舅说你要学剑法，赶紧滚起来练剑。臭小子，还换了个地方睡，不像个样子。拿好你自己的剑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你要教我剑？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我不要你教我。怎么，还看不上你老子了？你看看，这剑如何？仙宫品的剑，自然绝顶。自然就是了。我既有仙宫品的宝剑，那自然要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来教我。我听说如今世上最厉害的人乃天启城稷下学堂的李先生。我去不了天启城，找个差不多的人来教我吧。臭小子！
我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！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！这不就是拔剑吗？这才叫做拔剑。这便是我所习的瞬杀剑法之起势。师傅教我的剑术，我只不过才练得皮毛，但是我却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刃出必有因，归鞘必有果。剑气如惊雷，雷息杳无音。你要记得，你出剑是为何而出剑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衣食住行皆在这后院解决。等你的拔剑术练到能将这个稻草人斩为2截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从这里走出去。不就拔个剑吗？还挺帅。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。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。现在多了我一个。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我也听说，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！快哉，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
行，喂，行。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，哎呀，嗨。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！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。多谢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赏尽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说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可别，担不起。是子爷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，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！那你别拿我爹压我！反了你呀！我跟……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这镇西侯府我当家，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，你个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有了小公子在，这侯府才算是有了生气啊！都是你们这群心大的给惯的。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越发像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哪有一点以前的江湖做派？那兄长这话说的，我如今不就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吗？你不是因为看不惯我这贵太太的架势，连在府中小住都懒得，怎么今天转了性子，愿意来看看了？都下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
真是一柄好剑。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名剑不少，却没有一柄能够比得上它。哥哥，这是10大名剑中的哪一柄？都不是。这是名剑山庄的少主魏长风新铸造出来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这是名剑山庄的仙宫品，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品阶的剑了。所以，今年剑灵开启，你去夺剑了？你要是靠毒夺了这把剑，怕不是要成为天下剑客的仇人啊！恐怕这天下剑客的仇人要另有他人喽。我是去了剑林，但是剑不是我夺的，是你儿子亲手夺的。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儿子才会几招剑法呀，就能去剑林夺剑。我就说你们别总惯着他，这就是你给他抢的吧？怕老爷子不让，推说是他夺的。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儿子用的是什么剑法呀？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你再说一遍。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这更像吹的了。名剑山庄，无双城，天下的剑客都看到了，或许还不只是天下的剑客。陛下。哦，竹青啊，陛下，何事？这是影宗今日递上来的消息。当年百里洛尘奉旨出征，破了西楚最后一座城池，西楚剑如双仙战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西楚剑客再次问世，难道说剑如双仙，他们没死？百里洛尘呢？大朝会结束之后，已离开天启，回黔东城去了。用剑的是谁？百里东君。百里洛尘他的独孙。正是。当年，镇西侯奉旨率军讨伐西楚，乃是先帝刻意安排。镇西侯和西楚剑如双仙曾是知交好友，先帝想以此来试探他的忠心。随军的副将是先帝的亲信，身怀密旨。当时，若镇西侯有半点犹豫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。然而，那场战役的最后结果，世人皆知：西楚国破，双仙阵亡。当年孤亲眼见过剑仙的尸首。
奴才斗胆。如果那场战役活着的是那如仙，便是当年百里洛城辜负圣恩。西楚剑仙虽然剑法绝世，但不过一介武夫，可那如仙身居要人之术，能让寻常兵士以一敌百，甚至能让濒死之人重新起来作战。正是这等鬼术，才使西楚这样一个边陲小国与我背离相抗。如果如仙还活着，可是比那剑仙更可怕的存在。当年一战，西楚如仙即便没死，也定然身受重伤，不然不会藏身黔东城多年不出。奴才这就派人去黔东城，把那西楚余孽带回来。选若风觐见，这件事就让若风去办吧。是，陛下。我当时一到柴桑城，我闻到浓重的血腥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顾老三落难，我姓雷，我是雷家堡的子孙，我得救他吧。我当时就近身，我再给他一拳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呢，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人看不得弱者，所以顺手把他们给救了。所以，你们此次能够解柴桑危局，靠的全是百里小公子仗义相助。若不是因为我不惜身份的暴露前去保护他，那小子早被燕别天给杀了。不过说到底吧，他的性子特别符合我的胃口，所以在我心里，我已经收他做我的小弟了。老七，你这表情，打什么主意呢？学堂大考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是说，或许师父的关门弟子，我们的小师弟？可是他再怎么说也是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这镇西侯爷能让他入天启吗？不可能。再说了，他那功夫啊，差得离谱，他也只有轻功还凑合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千挑万选给你定了这门亲事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是说我哥哥是病死的吗？身染恶疾，暴死他乡，害怕疾疫传播，尸体就地掩埋。那这棺材里兄长的尸体是怎么回事？这尸体上的剑痕又是怎么回事？你管这个叫病死？这死得有蹊跷。就是李苏林。顾剑门，不得放肆！这是我顾家的门庭，而我叫顾剑门，我为何不能放肆？我顾家生于危难后连胜3代，在西南道从来只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我兄长为何年仅16便独掌大局，历尽艰辛，呕心沥血？而我又为何仍在年少去天启城学艺？我们顾家为何以商成名，却又以武呼名？为的就是不妥协，不对任何人妥协，不对任何事妥协。胡叔，你不配做我们顾家的人。你大胆！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有哥哥庇护的二公子吗？你错了，我早就不需要哥哥的庇护了。哼！来人，拿下他！
干什么？拿下他！你以为顾家真的听命于你吗？有些人生来就是要做家主的，因为他们身上有让人誓死追随的魄力。我哥就是这样的人，而我现在便要传承我兄长的意志。顾家二郎听着，现家主顾洛离死于非命，我顾府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。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！反了，反了！内奸已除，该轮到外敌了。凭你们几个人，也想杀了我？哎，好像刚才我才是绝对的主角啊！怎么现在所有目光都到他身上了？你啊，靠的是自己祖辈上的名声，而他，你看，靠的是自己的家。都快败了，还不出来吗？如此，我们便不死不休。哎，谢就不用了，都是兄弟。多谢百里小公子，还有这位拿枪的小兄弟。客气客气。又是你，没错，又是我。怎么又来了一拨人啊？果然是天生五脉，拿下他！
今天谁都救不了你了。谁敢动我外甥？谁？原来是温家，温湖九。答对了也不一定有奖励哦，反而可能会死。你真卑鄙，竟然下毒！这话说的真好笑。让温家的人不准用毒，就好比让剑客不准用剑，都是耍流氓。还有谁呀？撤！哦，这就走了？哎，舅舅，小白脸，伤着没有？我没事，舅舅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你家人知道你只听我的，特意让我过来带你回去。幸亏我跑来一趟，不然你就让别人带走了。哎，你这都是招惹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？难道是因为我调的酒太好喝了？玩够了没有啊？就像是喝酒，才刚品出第一口的味道，你说呢？哎，贫嘴小白梨，让舅舅看看，来来来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各位公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温前辈，温前辈，我外甥给各位添麻烦了。舅舅，你是来晚了没看到，我可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确实如此啊！百里小公子智勇双全，如神兵从天而降。折磨公子，我们赶时间，麻烦你先不要说话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啊。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只是如今，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游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他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，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，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？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？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启，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别叫我叶小凡，就叫我叶鼎之。叶鼎之？为什么你要叫叶鼎之？因为我要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。好好练我教你的剑，多练几年，以后村子里所有的人，你来保护。叶小凡，你
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好。吁。真不愧是神剑阵啊，人皆有剑。就连狗都有剑。舅舅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你骂谁呢？不好意思。剑狗。舅舅，我还没听你说过，到底什么是剑林呢？剑林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巨剑成林。原来呢是有一些剑客为使剑心坚定，将剑插入剑仙陨落之地。后来呢，世上每出一把名剑，或者没有一位高手身陨，新出名剑或高手配剑，就会存于剑林，等待4年1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像。老板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剑酒。来到剑林，怎么能不尝尝剑酒呢？剑酒。老板，满上。得嘞。哎，小白脸，你总是给我介绍你那些师傅，怎么也不见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的酿酒师傅？酿酒哪需要师傅啊？这是天赋，懂吗？来喽，客官，您的酒，慢用。好烈，入口如利剑割舌，凛冽锋锐，果如其名，好酒。少喝点，会醉。舅舅，你说咱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这山林怎么连个尽头都没有啊？怎么还起雾了？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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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奇门遁甲之术。刚才那里呀，是平日里也能涉足的剑林外围，而这里才是真正的4年一开的剑林。好壮观啊！世上呢有2个铸剑大派，一是剑心种，2是名剑山庄。看来今年是名剑山庄坐庄啊。说起来，你跟剑心种还有8000里外的交集呢。什么交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雷梦莎，她娶的可是剑心种种主李素王的女儿，新剑传人李新月。这江湖说大也大，说小可真小啊。既然诸位来此，都是为了取剑，那魏某也不想多说废话了。仙月，起！
高山之剑。诸位，请吧。舅舅，我们去吗？先不。剑呀分4品，第1品高山，高山仰止，乃是凡剑不能企及之处。第2品沧海，百川归海，无边无际，乃是造100把高山才能求得之剑。沧海剑，诸位，请吧。第3品云天，沧海之上9天凌云，傲视万物，乃是万中取一的存在。第4品仙宫，9天之上仙宫所藏，乃是真正的天外之剑啊。至于剑灵有没有，那得看机缘喽。那凭舅舅啊在剑上的本事，取一把沧海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怎么着也得云天吧？那就得用毒喽。有没有看中的？我只知道沧海之上更有云天，云天之上更有仙宫，我自然是要最好的，不然怎么名扬天下？说得好。你是哪个？望城山，王一行。哦，吕素贞的弟子啊。且不说他说的好不好，就他这副妄图一步登天的野心，要为难死的舅舅喽。哎，魏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剑还是要自己取得好。我说老哥，你说什么？让谁取剑啊？我是说，这剑还是你自己取得好。咋了？西蜀剑歌重新现世了，而使出这套剑法的人，我们刚刚聊过。你说什么？镇西侯爷会西蜀剑歌？我刚才提镇西侯了吗？小百里，你说什么？那小子会剑术？他可是连燕别天身边的侍卫都打不过的。他不仅会剑术，而且他会的是这世上最出名的剑术。小先生，宫里来人了。哎呦喂！哎呦！哎啊！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你就直接进来了？对呀。我刚爬上墙，没想到脚底一个打滑就摔进来了。就是那……这，我明明是摔进了院子里呀！我在院外设了阵法，寻常人是到不了这儿的。你既能破我阵法，说明你我有缘分。
你可愿拜我为师？老爷爷，你要教我什么？教你什么？又是武功，没兴趣，没兴趣。那你我缘分，便只能到此了。去吧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就做酒仙的人。那小酒仙，你来闻闻。哦，哇，好香醇的酒，哪里买的？我也要去买。这酒可是买不到的，是我亲手酿的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师傅，我是不是给您添了个天大的麻烦？东来，小公子，不是东来了。东来人呢？我这院里什么时候来了个女眷？东来是小公子的心腹，被世子爷调到西院去了。瑞儿是从别院调过来的。我爷什么时候回来？今日听府上送信的人来说，怕是还得3、4天吧。等不了了，我得马上去见师傅。瑞儿，你立刻前往洛城巷，找个叫做怀仁的药铺，通知里面的人，快马加鞭，一刻不停地往天启方向跑，直到遇到侯爷的军队，听到了吗？哦，小公子，您这是想让老侯爷早点回来替您撑腰啊？我可是世子妃的人啊！别演了，我娘亲肯定是装的骗我爹，好把你安排在我的身边，都是自己人。天哪，到底是谁给了小公子这样的自信啊？当然是我跟我娘亲这么多年来的默契啊！臭小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昨日，哥哥同我说，他们回来的路上先去了剑林。嗨，我觉得大舅哥啊，这事做的没问题，是该让东军长长见识了，不然真成了废物了。他们去了剑林，抢了一柄仙宫品的剑，是东军自己夺的。哥哥什么也没有做，用的剑法是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百里东军啊，百里东军，好你个百里东军！世子爷，好久不见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臭小子，你竟敢出来了！谁把你放出来的？谁？
我。爹，把百里成风绑起来。是。哟，世子爷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被绑的还开心吗？要不要去柴房休息休息？嗯。东君，娘。父亲，成风好歹是世子，洛邑知道您疼爱东君，但现在面子也落了，罚也罚过了，就给他松绑吧。是啊，父亲。哎，我有让你起来吗？东君啊，你觉得呢？那便给世子松绑吧。东君，你出门远游，最近可有什么收获呀？收获可大了，爷爷，您听过一首诗吗？啊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丑，卿相有才留无名。哦，北篱八公子，他们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啊！不错，这次我就见到了其中的清歌、卓墨、凌云、柳月、墨尘这5位。不光如此，我还帮了他们一个忙。哦，来，东君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平日都在天启城啊。这次他们是为了孤剑门而来，为了兄弟千里赴柴桑，仅凭这番义气，就十分值得我结交一番。东君啊，听你舅舅说你去剑林夺了一把剑，你不妨跟大伙说一说你在剑林的见闻吧。哦，那剑林，那叫一个气派宏伟。我不过是阴差阳错的得了一把好剑。啊！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这个昨天一晚上在柴房睡的，那蚊子嗡嗡的都没睡好觉。还有爷爷，你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一定很疲惫吧？不如我们今日到此为止，各自回房歇歇。你看，东君啊，你长大了，懂得照顾爷爷了。好，赶紧回去休息啊。